好，曹新成又有惊人之语他说那个沈伯洋尤其现在到老共还要全世界抓他，他各方面都碾压蒋万安。你王世坚讲什么话？什么蒋万安95%可以连任啊？这是啊，不长他人志气，没有自以为风吗？沈伯洋各方面都比蒋万安好所以赖清德应该征召沈伯洋选台北市长。很好。我现在不知道在现在还敢不敢听曹先生的话，上次大罢免都听他的话吗？搞了个半天灰头土脸那现在还听他的话，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曹先生今天讲的真好，我主双手赞成他提名沈伯洋跟蒋万安竞争，然后看看。那曹先生曾经说，大罢免如果失败，他不想活来怎样？还是徐巧芯？徐巧芯如果没有被罢免，他不想活了。那如果沈伯洋又落选了，要怎样呢？那大家一定很高兴。保重老先生保重。那个赌盘一定兴奋了或是也不兴奋，因为没有什么好，没有什么好比较嘛吴思瑶接着跟曹信成一样说呢，沈伯洋是最能 KO 蒋万安的人选所以你看已经有曹新成有吴思瑶都支持了不过当然吴思瑶这样讲也不见得是不对，为什么他有两种选举，一种是说我真的跟你拼，我想赢；一种是反正我输了，我也赢不了你，我反正什么下三滥手段，什么难听话我都可以讲，我都无所谓，你对我有什么觉得我好不好？反正我就是这样子了嘛，我就磨你啊，泼你啊，就这样搞那我不知道吴思瑶什么意思了好吧，那反正曹新成跟吴思瑶都赞成沈伯洋出来那吴怡农就退位吧那游淑慧就说曹新成在送件呢，又献策了，大罢免大失算他说曹新成是无间道那我也怀疑到底是爱民进党还是害民进党，就曹新成到底是怎样？那个时候他一直支持大罢免，我也有点怀疑，说你到底是什么意思真的是爱民进党吗那吴思瑶喊话韩国瑜说，中国黑手伸到立法院了，要抓沈伯洋，国会尊严不能置身事外那沈伯洋说到我为止，不要再恐吓台湾人就到我为止了。我们看一下。沈伯洋已在风头上，没想到联电创办人曹新成献策，在社群发文向赖总统力荐，若要具体有力声援，应该征召沈伯洋参选台北市长。不论在学历、亲民、爱台，都碾压现任的蒋万安。要看看沈委员伯洋个人有没有这个意愿。我所知道，他似乎参选市长，应当不是他目前人生的选项啦。我站在党团的私心，党团需要伯洋留在立法院，就国安的法案，在各项反渗透、认知作战的法治强化，都需要沈伯洋。我个人的事小，但台湾的民主事大。中国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想要让台湾人有所恐惧。沈伯洋虽亲上火线，但对于要不要选没有正面回应。好，这个刘永你怎么看？我想曹先生应该你现在还好吧因为你不是说要搬离信义区，也不是说活不下去吗？但是徐小新很有雅量，他叫你好好活下来。可是你好好活下来，要做一点对科技有关的，或者对台北市有建树的东西。你推荐一个沈伯洋来选台北市长，真的你爱民进党或者爱台北，我可以讲，你这个推荐真的让大家非常失望。沈伯洋不会，我们很高兴你们很高兴。但是我说实在，很多老百姓呢，他曾经讲过一句话，沈伯洋还在那边制造，好像今天中共对他这种举动，就是全部都对台湾人，那错了。你在开会的时候，你还找了100多人，拿出大家都沈伯洋，谁跟你是沈伯洋啊？你在做什么事情？很简单，你拿美国的补助，你家里面赚红钱，哪一个是这样啊？没有所以我是觉得各人做业各人担啦，不要把台湾人民拖下水。还有，我们也承认，民进党确实有一点紧张，一直要护沈伯洋。在政党协商的时候，他们确实拿一张，也就是立法院3党要谴责的，是被我们台湾民众党把它挡回去的。所以挡这个子弹的人是谁？陈昭之啊，他还是主张台湾独立啊。他认为你的言论已经超出
这些不能抵抗的东西。今天如果你在立法院谈的是立法院决议的，谈的跟立法院有关的，那当然啦，韩国瑜要出来声援。可是这不是啊，所以这些啊，我是觉得民进党不要把恁沈伯洋做的代志，台湾人民大家都跟恁有关，那是不对的。这个我是认为台湾人民要，但是我们欢迎沈伯洋来选台北市。我当过台北市议员，你很适合选了以后绝对落选。台湾尤其台北市民，这个200多万的人民，我可以跟你讲，你绝对拿不到50万票。来，世轩，我觉得这个曹新成又开始在调兵遣将了哦，而且我想可能过不久赖总统又要在那边听训了哦，他已经点名了沈伯洋，但是其实我觉得刚刚可能志恩委员或者文娟委员或者在座科长都觉得，沈伯洋确实是一个不错的人选，没错，但其实我说真的，我的想法跟大家不一样。我觉得还不如曹先生自己下来御驾亲征，他的各方的条件比沈伯洋更好，还有无限段的这个资源呐，可以挑战现任的这个蒋万安，对不对？说明到时候辉达他都可以出面来跟黄仁勋来做当面的沟通。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是更有机会来挑战蒋万安。所以我觉得你在这个调兵遣将之前，应该要想想看这样的人选对于台北市民他的一个需要是什么，而不是只有要从其他的这些外在的条件来去做这样的一个意识形态的一个对打。说真的，不管你之前讲过多少，你说要捐钱给这个国家做什么军队啦，然后呢要成立什么这样的一个各方面的，说真的不是大家也都认真说，好像他的资金都还没到位哦。那是。对，所以你现在又开始在讲说这个沈伯洋是最好的人选了。不管我们认为他是最好的人选，一样回到刚刚沈伯洋的一个事情也是我这边也要讲一下。我说真的，赖清德总统他必须应该要有这样的一个责任跟肩膀。国防、外交、两岸本来就是你的工作。你今天你的国家的这个人民，你的立法委员被中国大陆这样子谴责的时候，你居然完全都没有这个反抗的一个声音，对，你也可以谴责陈冰华。我们有听到赖清德总统谴责陈冰华了吗？没有，你居然把责任说推给这个韩国瑜院长，你要去保护沈伯洋，你说这样子对吗？所以我是觉得说不管是沈伯洋也好，他现在这个话题性真的会非常十足，但是呢，能不能为台北市民带来未来安居乐业的可行性？我觉得这才是市民所要关注的。未来辉达能不能持续坐落在台北市，这才是大家所要肯定的，所要了解的，而不是这个随便调兵遣将，又跟过去的大罢免一样，随便的这个点兵点人然后让整个台北市弄得灰头土脸。我想这绝对不是台北市民想要看到的一个状况。哎，这个文君怎么看？就这个部分其实大家很期待啦，大家都觉得精彩可期，因为未来如果说可以对上的话，因为沈伯洋其实他在很多这个理念还有他的说法，刚刚其实赵大哥讲到一个重点，就是选举的时候这个两个可能嘛，一个就是真的要对战，一个就是反正我就把你斗臭，因为蒋万安到最后，他可能还是有未来的希望。那如果说，慢慢的先帮你杀，就是砍杀一些，对，先毁他的人设，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战略。所以他这样的建议，不过因为曹新成从头到尾，他所有推出来的，就像扶龙王一样王世坚，他推的好像都大家都没有办法达成。那曹新成也不例外，所以他这个建议赖清德总统他是不是还能够听得下去，我们就不晓得了。不过他们不管是什么样的人选，我想台北市的市长选举其实都是大家非常看重或期待的。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台南、高雄这次民进党的初选呢，哇，非常热闹哦。陈亭妃去登记初选了，昨天林俊宪嘛，陈亭妃去了。林俊宪说他要做统姑陈亭妃说我要做最强母鸡还带小鸡议员了2026台南的胜败决定2028中央的执政所以你中央赖清德想继续连任，对不对？台南要我赢台南要我赢那台南如果谢龙介赢了，那你2028你赖清德还能够连任吗？就这个意思好，林俊宪说呢他是台南队长
台南队长啊，那是美国队长个骗子嘛哈。他说台南队长，不过呢，媒体说他有一点偷臭澄清，挺肥。为什么？他说台南过去发生2次议长跑票的叛逃事件，造成党内分裂。哦，人家就认为他这个有一点意在言外哈。那赖瑞荣登记初选喊要击败柯志恩，哇，你现在变成这个最大公约数啊，最大公敌，他们每个都讲你啊，说呢，我跟我自己做的民调啊，我多的时候赢柯志恩28%，我最紧张最低也赢他5%啊，所以我会赢啊，你们都会输，意思是这样子，所以我会赢啊。那另外呢，这个柯志恩啊也出招顾他的盘啊，说接到民调，你只要问说邱意莹、柯志恩你支持谁？许志杰、柯志恩都是柯志恩嘛，4个林岱樺、赖瑞荣，你都要说支持柯志恩哦。那他党内互比，他现在有一个对比跟互比，对比就是假定对手是谁，我对比，互比是他们4个人比，你支持谁？也答支持柯志恩，虽然柯志恩不在这里面。但是还是要答，这是柯志恩啊。很多人不知道。那另外呢，陈其迈在高雄报告报告预算，他讲报告完以后应该要接受质询的，一般应该这样哈。那结果呢，他报告就走了，所以议会冲突，因为高雄市会好像也是朝小野大，但是呢，一般都还相处的还不错了哈。结果呢，这个议会因此就不爽，说你怎么就走了？报告完就走了啊？这是太轻视议会了嘛啊？那陈其迈说我去访台。台风要来了，凤凰来，我去访台。国民党议员就说：“你是什么去访台？你是不敢向中央抗议啊？那一声不响走出去，就再也没有回来了啊？你什么意思？你这个暖男是假象啊？那带风向霸凌议员啊等等啊？是说呢，你这个中央要删减地方的这些什么各种款啊，你为什么不敢去抗议啊？那媒体的观察是说，高雄的政绩被质疑了。”所以呢，选战烧进议会，议员也不满意了啊。那另外呢，这个嘉义县长有2个人登记民进党啊，一个叫黄荣立，好像以前不太听过，说被归类于赖系，为什么？因为上次就是过去的总统初选竞争，赖清德要挑战蔡英文，记得吗？赖清德行政院长挑战蔡英文啊。那嘉义县呢是英系在主政，所以英系县长翁章良、立委陈明文、蔡宜瑜都支持蔡英文。只有当时太保市长黄荣义支持赖清德，所以呢，双方算是有革命情感啊。那黄荣义说，希望赖清德能够提拔我，而且呢，我要对战蔡宜瑜，比照嘉义市年年发现金啊，到时候呢，让民众有好康的。来，这个唯一支持柯志恩，唯一支持。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一个提醒选民啊？因为他们是民进党现在在初选啊，所以每个人都以为啊，就这4个当中选一个哈，比较可以跟我们的蓝的选民是这样，所以他们不清楚，而且现在所有的民调都在做这个，所以还是要告诉他们说，你如果对柯志恩有信心的话，你还是要唯一支持柯志恩啊，所以要告诉我们的选民是这样子的。那至于高雄市议会，我说实在的。其实不是朝小野大，那是因为加上如果挂国民党籍跟挂民进党籍，国民党籍人是多的，只是将5党籍那加起来的话，他们可能就是人比较多。那纯粹从党籍来看，国民党并没有输。那这也不是因为陈其迈他要去开这个防灾会议，然后大家在生气，这是积习已久了。他们其实提出来几个要点，我觉得很有合理啊。美浓大峡谷、柏油山，还有包括这个董总的这个事件，要有一个专案报告，这合不合理？这合理啊！现在剪掉一封锁，剪掉。然后大家就觉得已经透过检调司法调查，我们就不再讲了。可是还是有很多后续跟附近的这个居民有关系的，所以他们第一个提出这个部分。第二个，他们当然也提出来，过去来说的话，就是因为我们接连发出这个弊案来说，这个呢，府会对于我们蓝营的议员，他们未来要会开花等等之类，他们就是采取一个不太配合的一个态度。只要是他们出来要干嘛，他们市政府可以不配合，所以态度上是要资料也不给。所以在态度上面，他们觉得这个市府的官员是非常的蛮悍的，就议员有什么资料你不能给的，这等等之类的。所以他们是积习有很多不同的一个事件。那更何况我们揭露了一些的弊案的时候，他们是48个群组里面不断的狂轰。所以他是因为这些理由，不是因为陈市长他要去防灾，然后大家不让他去，这个理由还是把它说清楚。那至于民调的部分呢，我真的必须要说，我们现在目前都是靠一张嘴巴，我们
钱都还没有开始去做这个部分，他们的资源已经，如果大哥有机会到高雄去，已经是完全遍地全部都是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看板，然后有这么多的看板才来告诉我说，我还是要提醒哦，之前在上个月的时候 ，TVBS 也发布一场民调嘛。我基本上跟赖如龙是打平手，他为什么说最惨的时候也赢我5%？他是眼睛看到哪里 ？TVBS 是一个大型公司哦，这个民调你都没有看，你就选择你要看的。以他自己这样的说法，我说实在不用问我相不相信，你问他其他的3个候选人，你相不相信？你先去说服他们再说。甚至呢，在这个在林岱樺他开始在上次在我们的这个冈山判那个大型肇事后，第2天就公布了一个民调，赖如龙赢邱莹20几%，我帮邱莹公开来讲，我也不相信，因为在地方跑的过程当中，我不相信。所以这个民调来说，我说实在的，自从大罢免32:2:0之后呢，所有的民调我们真的是参考就好，我们都是尊重就好。所以我个人觉得说，民进党他可以用他们自己的政见，用他们自己的方法去，你不要每次都把柯震拿出来打，而且呢，不断告诉我们就说，刚刚议会也在提到，我们让高雄损失了多少钱。当这个行政院剥夺了我们的计划性补助款、地方性一般性补助款那么多钱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跟行政院抗议？计划性补助款遭遇到这么的阻碍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跟行政院抗议？你只是加减减，把这钱放进来之后，你才告诉我们，我们让高雄损失多少？真正的源头是行政院没有依法给我们。包括一些真的是要由中央出的钱，你为什么不抗议？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议员他基于这么多的理由，对于这个总预算把它退回去，让它重新编过来，我觉得是于法有据啊，有什么好特别发动一堆人来去做这样的一个攻击？我只能说。高雄跟台南的确是重中之重，但是现在的民调，不管你怎么做，每个都选择对他有利的，大家看看就好。还是要再次强调，不要是因为怎么样，4个人跟柯震来选的话，你就是回答唯一支持柯震，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是最有利的。来，郭成委员，我觉得我刚好啊，我当立法委员，我的责任区是台南、高雄、屏东了。南部了。那我说实在的，我们说实在的啊，今天高雄啊，过去我也觉得下了高雄以后啊，就很奇怪，有一次我下去就是智恩的场，我去助讲，我要回来开车的时候，我认为说啊，还是闪到一边去，因为7、8个人有男男女女在那边泡茶，我走过去，他看到我跟我女儿林珍怡啊，可能大家他就叫我，我不敢靠近，但结果他叫我，我说哎呀，在那啉茶啊，但是我讲啊，这茶懵啉，恁这嘛拢绿色到底咧。你跟我讲无哦，那是较早，基本上无同款，所以智恩你要加油。说实在，这个是事实上我所亲眼目睹看到的这些景象。所以当然啦，因为民进党，但是有一点你特别要去注意，他们最后民进党是有责任区的，也就是陈其迈辅选他的市长，如果陈其迈是代表小英的系统。但是高雄是谁会亲自操刀？赖总统会亲自操刀，因为他不会靠现在的黄市长，所以那个谢龙介也要特别去注意。但是台南到底有没有改变？我说实在是有改变。为什么？因为从来他们轰灾以后，我第一个到场的，隔天我们去帮忙修这些天花板啊，或者什么种种这些那些。那个独居老人，我一个一个去把他包红包给他，大家都快掉眼泪。他说：“哦，这西民进党较早我拢邓和伊，今嘛嘛无得看伊啊呢。”但是最后他们修缮好了以后，办了45周，只请我到。但是每一周我走到哪边去敬酒，他都比这样。我讲啊，你比往比，到尾啊嘛拢邓和烈嘅，哟，不一定。所以是确实是有改变。但是我是觉得国民党只要蓝白合作的票源还是有5%5%，但是绿色的部分，他这几年的执政确实非常不利，所以我是觉得到底高雄谁会出现不晓得，台南会出现谁会出现，到底是陈廷威或者什么那不晓得，但是我还是要勉励国民党的谢龙介跟柯志恩，你们要加油。不是没有机会，不是铁板一块，我是认为是有改变的。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个诈骗集团怎么能诈骗那么多钱？到底多少人被诈骗？这个太子集团，说一个女特助15万就交保了，交保还笑，所以呢，今天周荣泰在立法院被问了，也生气，说呢法院轻重挫打诈的士气，好不容易抓了一个人，然后呢这个就被放了啊。那另外呢，这个周荣泰说这是因为他们现在去租，他除了在那个师大对面那个周杰伦那个大楼租了买了11户买了11户他还租101办公室设招待所。周荣泰说这是国家门面呢，不能变成诈骗的一个，因为为什么？因为101大家都知道啊，全世界都知道这个Discovery还报过他以前的盖的这个过程啊，所以哇，我在这边有个办公室有面子啊，表示我不是诈骗啊，而且国家准我这边设办公室啊，对不对？所以我是名门正派啊，那太子集团因为这个是被讲说抱乳妹了15万交保惹议，台北地方法院说不是我放的，他都骂法院是检察官要我们交保的这个地方法院台北地方还就发了4个声明是说呢约谈了检察官搜索具体约谈24个人，19个命交保候传，限制出境出海。另外5个向我们申请羁押，好，他们准了4个，这个羁押4人，1个人30万交保，那检察官不服这个人交保，提起抗告。第二个呢，说这个刘姓助理以15万交保部分，是检察官在侦查阶段依职权命具保候传，检察官要他具保候传，检察官没有向法院申请羁押，所以检察官就可以把人给放了。只有检察官要羁押才要法院，因为为了保障人权，不能随便关人。他放了就放了，但是要羁押要到法院去，要法院来开庭。所以呢，他没有来申请羁押嘛。他既然没有来申请羁押，法院无从介入啊。所以并不是本院台北地院所做的裁定啊。赶快说明，不都怪我们什么15万，他这个暴露妹还灿笑所以呢，依刑事诉讼法，侦查阶段这个经命具保、声押或释放都是检察官职权。再讲一次，法院只有检察官申请羁押时候，依法审查并裁定是否羁押。他这个制度设计要保障侦查与审判之职权分际，并兼顾人权保障跟程序正义所以大家都对这个打诈很期待等等等等那但是呢，这人不是我放的，检察官放的，哪是我放的那另外呢，这个检察昨天他们这个最高检察署他们开了一个这个会议，但是呢各说各话说经济部只派一个小官还不是派什么部长次长，一个小官来参加，而且这个小官来呢还很快立刻讲说呢，这个公司能不能通过审查是会计师审查，那是我经济部，我们已经授权会计师放水，怎么是我呢？所以呢，这个现在变成大家各吹各调，一场笑话那这个小官把责任推给查核的会计师所以相关人员很无奈，反正大家都推然后呢，这个到最后谁负责？谁也不负责那黄珊珊曾经质疑过银行抓小放大，因为一般老百姓要去银行弄个钱是很麻烦的，要提个几十万也很麻烦，要存个几万也很麻烦。你提钱干嘛？是不是有人诈骗你？你存钱干嘛？你是不是洗钱来的？等等但是呢，很多民众账户都被锁了，可是呢，居然国家门面101变成太子集团的诈骗帮凶而且呢，银行都把它给放了那到底银行有没有放呢？金管会精简了10家银行跟太子集团有往来了，说7年来他们已经通报洗钱52次，他没有怀疑金额太大，通报52都没抓到吗？那这怎么回事呢？怎么有这么多现金买房子呢？怎么多这么现金买车子呢？哇，那个豪车，我还以为那个豪车什么几百万，有一样是1亿5千万一个车还有的什么7、8千万、3、4千万，25部金管会说银行通报我们都符合规定那么我们报了你们不查那罗志祥说政府在状况外，对，打诈国家队有够无能，而且这个陈志这个首长入境至少10次，你不是不知道，都不知道，也不抓也不问
就来来去去如入无人之境哦。说政府会发财，因为呢，他这个车子啊、房子啊，最后如果他有罪，都会进国库哈。那如果有罪了哈，那如果到时候又跑了，我们看一下。101是国家的门面，101有公股的代表，101的董事长是我们官派的诈骗集团，用101的门面来诈骗所谓的投资人。看到101哦，公司在101一定没问题。这个要求是应该的，因为101是国家的门面，不能让它变成诈骗。我觉得就是说，看到大家对于诈骗这个事情是深恶痛绝哦。我想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民代，我想几乎啦，时常性会接到民众说啊，我被骗了什么，我被骗了多少钱，然后我怎么汇出去了。那一样，就像刚刚赵高哥讲的，就是说，黄珊珊提的也没错，确实很多的民众可能因为一些汇款的东西，还是说在这个诈骗的被人家拐骗的过程当中，变成了一个警示账户。说真的，一个警示账户要解除，这要花好几个月以上的时间。所以说真的，对于这样的一个诈骗的行为跟诈骗行为犯的一个被这样的一个侵犯，说真的，民众看得出，我敢说了，几乎每看的是拳头都硬了，15万就可以交保哦。今天不管是你是地检放的，还是你法院同意的，说真的，对于这样的诈骗金额跟他所拥有的豪车豪宅。对于这些每天工作勤俭持家存款的小老百姓的钱被骗了，那种感觉真的是那个类比是非常那个落差是非常非常之大。所以我觉得不管是打诈国家队这几年来到底它的成效怎么样哦？你说包含如果说他的诈骗集团首脑都已经进出台湾那么多次了，居然完全毫不知情，而且这一次这个案件还是从国外传回来的。所以说真的，你这个成效到底是什么？你应该好好跟国人说清楚、讲明白嘛。我想，尤其呢，为了这个防止诈骗，多少的基层的里长，甚至那个警察，只要有活动都来拜托说让我们宣传，让我们宣传。这么努力的宣传的一个过程当中，跟结果还是有这么多人被诈骗，所以我说真的，你国家到底在诈骗的这个作为上做了哪些事情哦？所以真的看到这样的一个新闻，我们真的是深恶痛绝，真的也是希望说国家要硬起来，面对这个诈骗的事情，一定要更祭出更严重的铁腕。南京。哇，这个案子非常的复杂，而且它牵涉到的规模和它的洗钱诈骗的手法呢，是一层一层包的。你看，它有140亿的比特币的那个诈骗，所以如果今天不是美国方面呢，先把它给弄出来的话，它不会牵成这样子这么一长串。然后这个人的这个发展历程呢，他是一个华裔的，然后在柬埔寨设立这个总部，然后涉及了这个房地产，涉及了这么多很复杂的手段。我觉得今天我们的政府呢，要给大家的一个交代，就是说，我们不站在这个司法的这个工具上面。当你逮到了，当你有具体的事证，好不容易逮到了这些人的时候，为什么检察官可以这样子轻纵？哈，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它牵涉到这么多的部门啊，牵涉到这么多的主管机关，包括金管会哦，包括国安单位，包括我们的涉外的警政署的这种涉外的对数位，还有说数发部啊，数发部，还有我们这个国际就是警政署这边哈，他们再去在国际之间的合作，再去追打这些诈骗集团的时候。我们现在是不是各单位的这个部门的联系呢？它出了很大的一个问题，才会呢牵涉到今天到大家一开了会说哦，这个单位也不知道，那个单位也不知道，然后呢这个特助啊，这位特助啊，这位女性，这位女生，她被放了之后呢，因为她的笑容让大家觉得太开心了。太得意了，就说哦，你拿我也没办法。然后呢，法院呢还要赶快发出来澄清，不是我不关他哦，是因为检察官就已经没有要羁押他了嘛，哈。这也是台湾呢多年以来，我们这个简直是这个是诈骗，这个诈骗王国，那好多的这个民众呢就深受其害。可是呢，凡是呢被逮到的都是轻放。所以说，为什么有一些像中国大陆呢，现在加大的力道，好，不管是在柬埔寨，在各个地方呢，去全力的去打这个诈骗集团的时候呢，有落网的有台湾人，现在很多台湾民众都很高兴啊，你就送到中国大陆去，你才可以接受到很严厉的那种司法上面的处分。所以在这一块上面哈，特别是这个太子集团的这个案子。
这个主嫌啊，他是借着你们“一带一路”的那种投资的项目，扩大他的诈骗跟洗钱的版图。所以如果说两岸之间能够针对这样子跨国的诈骗集团，然后恢复启动。我们过去呢，在马英九执政时期，甚至更早时期的时候，有那种司法互助的这个联系的管道的话，我觉得相当程度上面来讲，可以能够去遏制这样子的一个犯罪行为无尽的扩大。你到逮到人的时候呢，他的灾害、他的那个伤害都已经造成了，而且遗毒太深了。的确啦，有这个部分太子集团这件事情啊，不但凸显我们对于打诈不力之外，这件事情为什么引发到目前为止连续好几天都是这个网络的热门？就像你刚刚所提到，大家开始搜索这个陈志他的如何的奢华，他里面住的地方，他的车子，你知道大家对这种非常具象的这种影像是非常的有感觉的。骗来的嘛？当然这种骗来的，可以骗来可以买到像这样的极品啊，各方面的一个极品啊，所以大家会不断做这样的一个讨论。可是你知道太子集团，你大家不要忘记哦，这个案件刚出来的时候，民进党政府第一个做什么事情，就告诉大家是陈思明、林思明还有我们的哪些委员帮他们去做这个，让他们引进来。你记不记得？他们就开始想说，这些人为什么可以进出台湾等等之类。直到我们的委员告诉他说，对不起，我当委员的时候，他们早就已经进来了，你不要这样子。割到菜的啊，那个欧北共。可是你会发现，马上把这件事情撇成国民党帮助他们入境，然后呢之后发现已经完全没有办法在时间序上面得到一个说服度的时候，才开始好好来正视这样的问题。所以我只能说，每一天，包括我们不断的质询，我们所损失的那种上百亿的这样的金钱。包括他们的人力，要多少人力，要多少配备，要多少什么样的技术，我们都全力的支援。可是很显然，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办法。我只讲一个，连我自己我都觉得，有一天我的侄女打电话给我，姑姑是我，我说这个声音不太像哦，我戴口罩，姑姑是我。后来我才发现，原来他的手机被盗用，上面就写一个姑姑。所以说呢，那个人就用他的名号传给我，然后叫我先改，告诉我说他的电话已经被盗了，所以说叫我改成他的电话。这是新的电话，所以我后来我发现，原来我之前的3个礼拜都在跟一个不是我侄女的人在做对话。你看，你被骗？我当然没有被骗啊。后来他直接打电话，声音听到了，我发现这不是我侄女的声音。然后我在追问的结果，姑姑我被打了，你拿钱来吧。可是那个声音还有我跟他关系不错，所以那个声音我可以辨识得出来。可是在以前传 Line 的时候并没有，他帮我把这个 Line 已经转成。这个他的已经是假的电话，你看，连我们这么注意，我们还告诉人家说不要被防诈，我自己都是处于这样的局面。那如果连我们都处面，更不要说其他退休的公教人员，还有根本很多的退休老人，更要提醒大家，1万块钱现金今天入账，已经开始爆发出非常多已经被诈骗集团诈走。我觉得政府如果不正视这个问题，这根本就是一个很大的国安问题啊。所以反正连你都诈，表示没有人他不敢诈了，对不对？什么人都敢。休息再回来要小心。好吧，这个鸡蛋哈芬普尼土壤零检出哦，然后说饲料零检出，但是呢，蛋鸡的羽毛浓度偏高，所以是不是就直接喷药在上面？因为昨天我们讲过，70%的蛋都是从在笼子里面养，挤得要命，还肮脏。那鸡养啊，有跳蚤啊、虱子啊养啊，甚至蚂蚁啊什么乱七八糟，所以呢。就直接干脆喷在上面去，你要不然你喷哪里？直接喷在毛上，所以是毛浓度偏高，那毛会吸收嘛，皮肤会吸收啊，所以就有蛋就有。这5万只鸡，文雅养鸡场每天生4万个蛋，这母鸡真的很辛苦，每天这样给你生啊。然后呢，这个彰化罚12万，全面蛋不能出货，把它封起来了啊。那另外呢？但是因为已经有15万颗流到市面，好像8、9个这个乡镇都有了。那追了5天，只追回3万颗，都到肚子里去了，哪里追啊？啊！食药署说全数回收是有难度的，不可能都追回来，当然不可能都追回来嘛啊！那当然，因为食药署长说，你们如果担心就不要吃蛋，哦，所以就被媒体骂说，那不是何不食肉糜的现代版，那不吃就解决了，哦。那另外呢，这个好吧，我们先看一下蛋。
彰化县文雅畜牧场的芬普尼毒弹事件持续延烧。之前这个案场就有被验出含有农药芬普尼残留超标，但是呢，县府再度复检发现，最近生产的鸡蛋当中呢，还是有验出芬普尼代谢物，再度封存16万颗鸡蛋。但是怪的是，周边土壤还有饲料都没有检出鸡只的羽毛检体浓度却高于鸡蛋，县府也初步研判，很有可能是饲主直接对鸡只用药，就是把农药直接施用在鸡只身上，才会导致污染持续存在。彰化县府补充，很有可能是饲主为了控制鸡只的寄生虫，违规直接使用含有芬普尼的药剂进行喷洒或浸泡，导致药物被鸡只吸收，并且残留在鸡蛋当中。相关单位呢也针对养鸡场业者在检验过程中语带保留，县府也决定呢从6万加重开罚到12万，并且呢要移送检调稽查后续。好吧，但之前那个猪非洲猪瘟，专家说不要用厨余养猪了，那我早上我在我的广播讲，不是因为猪要吃厨余啊，知道这意思吗？是因为厨余没地方去啊，你们搞错了。猪吃饲料也可以啊，说黑毛猪吃厨余，我小时候都是黑毛猪啊，后来才有白猪的，以前不是猪都是黑的吗？对不对？这不是黑毛猪一定要吃厨余，你给它饲料也可以，给它那个一般的饲料贵一点就贵一点，没什么了不起嘛。只是因为你现在一天有2000公吨的这个厨余啊，你往哪里去？现在因为这几天不止他们用，他们说都已经满到鼻子上来了。云林是有一个这个化制厂可以，那其他地方在哪里呢？去烧怎么烧啊？我告诉你，今天台湾10几20座房屋都是我当环保时候是这个盖的，那时候不盖，现在台湾一塌糊涂，但是30年了，也都老旧了，它本身那个效率也差了，而且垃圾也烧不完，所以现在问题也来了。你还把厨余丢进去烧，那个湿的怎么烧啊？焚化炉效率会降低，然后呢盐又高，又会产生戴奥辛，怎么办？新北现在是把它干湿把它分离，把干湿分离，干的烧，湿的再看怎么处理。那能够做得好吗？每个都市都能这样做吗？新北还有这个巴黎啊，这个树林2座焚化炉，那其他地方呢？所以现在是厨余没地方去。当然，你能不能把厨余解决，应该也是可以，它就多元化嘛，用生物的方法啦，用这个化学肥料方法啦，有一部分看怎么处理。但你现在都没做啊，那你现在一下子你说不给厨余养猪，人的厨余到哪里去？又蚊子啊、老鼠啊，什么公共卫生又跑出来了所以呢，现在说要补助他们，及时监控。你现在烧就立刻要上传谁来看？要有公务员这边看啊。那有什么？大家早上8点烧吗？那晚上12点烧可不可以啊？农民说我猪农晚上12点烧，那你公务员去看啊。然后 AI 说如果烧的不完全 ，AI 就开始响了，类似这样。那响了以后谁来监测呢？所以网络如果不稳又怎么办呢？如果他农民啊，很多老农那么养猪，叫他操作什么上传，那操作不好怎么办呢？所以各种问题当然釜底抽薪，最好就没有厨余了，上游就开始不要。这个多叫的菜都自己吃完，不要变成厨余，这是一个嘛，就减量嘛，减量。台北市实施垃圾袋以后，垃圾少了一半啦，减量。另外呢，就是你厨余还是要处理的，你一定要处理它。另外就是剩的菜带回家吃嘛，不要把它丢了嘛，没有什么面子不面子，请客剩的菜我也带回家，为什么不行呢？反正这个问题是要多元化来解决啦。你现在光讲不给猪吃，不给猪吃，厨余还在那里啊，不给猪吃，厨余怎么解决啊？来，这个议员怎么看？没错，其实我们确实就是厨余的问题才是真正这个问题的核心。所以每个地方县市，尤其是有养猪的县市，当然像我们是没有，但是有在养猪的这个产业的县市，当然就是需要预先去把这些厨余的这个处理的工厂处理的这些厂址，你必须要把它做出来。那现阶段我们当然那是未来的事情，因为有的县市还没做，现在就是还没做。那所以现阶段我们也只能就现在想办法让这些厨余能够煮沸，然后你也只能用这样的方式，因为其实用厨余养猪这个是熊沟在以前一直以来其实都是这样子在养猪的这个方式一直是如此，只是说后来猪瘟兴起各种的猪瘟非洲猪瘟然后这个传统的猪瘟等等这些东西才口蹄疫等等，才让这个厨余养猪的这整个形态改变。那改变说真的。
我们就要跟着因应嘛。所以其实我们就是需要多做这些厨余的处理。好，那现在各个县市希望大家都尽量赶紧编预算，赶紧开始做，不要再等了。刘一杰，新北怎么样？我觉得新北我们现在是做的是非常好，就是说我们是干湿把它做了一个分离然后呢分别来进行处理。当然这个过程当中也必须要仰赖很多的基层，不管是里长或者说在基层的一个也是帮忙协助来宣传，尤其是我们环保局的，或者说我们第一线清洁队的人员来协助宣传这些想法跟概念。因为毕竟说真的，过去大家就是比较顺手就把这些东西集中好丢出去，但现在干湿分开来处理之后，当然这个工序会变得麻烦，那民众有时候会觉得不习惯，或是觉得不方便但是我觉得也因应这一次的这个猪瘟的事件，我觉得也让民众养成良好的习惯当然我觉得当然政策上，我觉得中央还是应该拟定一个统一一个政策，该怎么样来面对厨余这个问题就说有些地方可以烧，有些地方不能烧。那尤其一样的就是说，这些养猪户确实很多是年纪偏大的人，他在这个网络的操作上，或者说你是要随时这个监控，到底如何来进行跟处理？我说真的，也是必须要不管是中央或地方政府投资更多的机器跟人力去做应对的当然重中之重，我们还是希望可以把这些病毒呢尽量的把它咀嚼在境外了，然后那随时呢把这样的一个病毒呢把它监控好，不要让它随时都怎么样跑进来。南投怎样？这个。南投其实我们的垃圾处理是非常大的问题，因为赵大哥刚刚有提到，在环保署长的时候先建了很多的那个焚化炉，可是南投县就是没有，所以我们现在的现在的垃圾完全没有办法去化，所以现在都把它堆成一包一包，然后又其实他花了2次钱要处理这个垃圾，因为他先把它打包完以后，未来还是要处理这些，所以对我们来说包括这个厨余，如果说没有像一般的垃圾都没办法处理了。那厨余这个就不用说，所以其实现在应该要去检视的，就像过去为什么要每个县市都去盖焚化炉一样的，现在我们面临厨余的问题，或者面临垃圾的问题，还有建筑废弃物，像美浓大天坑那个，全部都是一样的问题。可是政府没有全面的去看，都只是怪罪，然后这个没有办法，永远没有办法解决。今天如果这个事件过去以后，你还在云端监控吗？过去了以后，那还是在所以还是政府应该要通盘。没有错了，刚刚文君讲的完全就是现在目前地方政府最头痛的，不管是垃圾，不管是厨余或是这个营建废弃物，你应该怎么分离？然后现在目前是我们的量都已经满了，好不好？我们都量已经全部满了，不管在对垃圾的处理，还有营建废弃物。然后呢，像我们这边的话，可能如果有4+4人的部分，它已经完全没有办法超收了，我们要怎么去暂制？然后我们是不是有办法用